dream house 必備嘅家電 list， 喺改動最少嘅情況下邊達到我想要嘅目的。喺個 app 入邊遙控開閂窗簾、空氣清新機達人擘大眼嘅第一件事就一定係打乞嗤，伸隻手出嚟清潔，自動升高跨過呢個小階級，我終於可以解放雙手。Hello， 大家好！唔經唔覺咧，我已經搬咗出嚟住3年啦。由細到大咧，我都幾中意家電嘅。仲記得啱啱搬出嚟住嘅時候咧，我個心入邊係有一個 dream house 必備嘅家電 list 噶。呢幾年當然都買落咗好多唔同大大小小嘅家電啦。當中有啲家電咧用落覺得有啲 overrated 嘅，有啲家電咧本身我冇諗住買，但係買咗之後就發現真係會令到我嘅生活方便咗好多。今日呢條片咧就同大家介紹下經過我呢幾年嘅精心挑選之後嘅家電 list 啦。如果你都係家電控或者啱啱搬出嚟住仲煩緊買啲乜嘢家電嘅話咧，就繼續睇落去啦。第一樣嘢就係嚟自 Switchboard 嘅窗簾機械人啦。如果有留意開我嘅朋友仔嘅話咧，應該仲記得我啱啱搬入嚟嘅時候係拍咗一條 home tour 嘅。我哋屋企樓底算係比較高啦，同時間個窗簾咧亦都係好高嘅。窗簾有翻咁上下嘅高度同埋厚度就會好重噶啦。再加上我身形咧係比較嬌小嘅，所以每一次我開閂窗簾嘅時候咧都要費盡心思咁樣拉佢嘅。長久落嚟有啲咩問題咧？就係窗簾嗰條軌咧，好容易會咁樣俾我夾硬扯到拗咗，又或者我大力得滯嘅話咧，成塊窗簾甩咗落嚟。同埋有陣時我晾衫都會晾喺屋入邊嘅，晾衫架擺咗喺個窗邊之後，令到我開閂窗簾嘅難度更加之高啦。咁未有窗簾機械人之前咧，我每晚臨瞓之前就會拉埋晒個窗簾啦。到朝早起身翻工 get ready 出門口呢段時間，我間屋都係全黑，所以朝早好多時都係摸黑咁樣揾衫，個人好似都有少少未瞓醒咁樣，所以我就的起心肝買咗一個窗簾機械人啦。好多時嗰啲電動窗簾咧，咪要連條窗簾杆都要換埋嘅。呢個窗簾機械人咧就唔使嘅，安裝方法咧簡直係對租屋族超級友好，喺改動最少嘅情況下邊達到我想要嘅目的，直接勾上去就用得噶啦。裝好咗之後咧，你 download 埋佢個 app 就可以喺個 app 入邊遙控開閂窗簾或者校定時 set timer 都可以嘅。咁自從裝咗呢個窗簾機械人之後咧，我就懶到上到床先用 app 撳閂窗簾。咁朝早起身嘅時候咧，我都會用 app 撳開窗簾。每朝有自然光曬入嚟嗰個感覺咧，真係唔同啲噶，個人咧好似都即刻醒神咗咁樣。第二樣就係空氣清新機啦，我都可以話係空氣清新機達人嚟噶，因為我咧係擁有3部空氣清新機，大中細3隻 size 我都有齊。首先講咗第一部先，就係小米嘅空氣清新機啦。個空氣清新機咧就係由香港陪到我過嚟新加坡嘅，屈指一算應該都有4-5年嘅時間，係一部型號比較舊式少少嘅空氣清新機嚟嘅。上面咧就有個熒幕仔可以顯示到現時你屋入邊嘅環境，我就會將佢擺喺廳嘅位置用啦。有陣時我煮飯，特別是係煎魚嘅時候咧，係可以飆到上去200幾300噶。第二部就係一個韓國牌子叫做 Clear 嘅 Cube Plus。我哋屋企嘅設計咧就係 loft 嚟嘅，成日都迎住我廳嗰部空氣清新機咧，係清新唔到我上邊張床嗰啲空氣嘅，所以我就買多咗一部細細啲嘅空氣清新機擺喺床頭啦。的確，我喺床頭擺空氣清新機之前，我每朝起身擘大眼嘅第一件事就一定係打乞嗤嘅。有陣時好彩嘅話打1-2個咁就會停，但係唔好彩嘅話係真係可以打足10幾個乞嗤。而擺咗空氣清新機之後咧，我打乞嗤嘅問題係大幅地減低咗。我而家係好間中起身先會打1-2個乞嗤。呢部空氣清新機嘅大細咧，其實係 more than cover 個床頭嘅，所以有陣時阿 Chat 做嘢嘅時候咧，都會搬部空氣清新機入去間房嗰度。第3部就係呢部 LG 嘅小小空氣清新機啦。我初頭係擺喺我自己台頭度用嘅，但係而家咧我就拎咗佢翻公司用啦。因為我公司呢排啱啱裝修完咧，好大陣嗰啲裝修味啊。呢類型 size 嘅空氣清新機嘅好處咧，就好明顯就係方便攜帶啦。你中意喺屋企用又得，去旅行用又得，拎翻公司用又得。而呢部空氣清新機特別之處咧，就係佢有個獨立嘅 app， 開咗部機連咗藍牙之後咧，佢就會睇到晒啲數據啦。其中係可以睇到 PM2.5 嘅數值嘅。PM2.5 咧，即係有啲好細嘅懸浮微粒啦。雖然你肉眼睇唔到，但係有機會咧係可以吸入個肺部，對人體嘅健康影響咧都幾大。你呢部空氣清新機咧就可以有效咁樣去除 PM2.5 嘅微粒，所以我就拎咗佢翻公司用啦。第4
3樣就係嚟自 Dreame 嘅 X50 Ultra 掃地機械人啦。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嘅話咧，應該記得我上年 Black Friday 咧係入手咗一部掃地機械人嘅。初頭用落都覺得還可以啦，但係隨住時間過去咧，缺點慢慢浮現晒出嚟啦。今次好開心咁樣收到 Dreame X50 Ultra 掃地機械人。我想講而家啲掃地機械人真係越出越勁喎。呢部機由我拆箱同埋安裝嘅時候咧，已經瘋狂 surprise 到我啦。首先我好中意佢嘅拖布咧係磁石扣嚟嘅，當你需要拖地嘅時候咧，佢就會自己識得帶埋塊拖布出嚟。但係當你只需要佢吸塵嘅時候咧，佢又識得放低塊拖布先行出嚟，完全唔需要手動拆卸，超級方便。仲有個細節位我覺得好正㗎，就係佢個水箱同埋清潔液咧係分開嘅。拖地嘅時候咧，佢會自動加入適量嘅清潔液，咁就唔驚太多或者太少啦。另外就係佢有個雙仿新機械手臂，去到一啲邊角位嘅時候咧，佢就會識得伸隻手出嚟清潔，高度覆蓋死角。佢嘅智能 AI 障礙物識別同埋 3D 避障嘅功能咧，令到佢可以識別超過200種以上嘅物件，包括鞋啦、電線等等。危險嘅障礙物咧，佢會識得保持距離，唔會行埋去。而拖鞋啊、玩具啊呢類型嘅障礙物咧，佢就會喺一個安全嘅距離之下進行清潔。咁佢 App 入邊咧，仲有個兒童/寵物嘅模式。如果你想嘅話咧，甚至可以喺個 App 入邊教翻，見到障礙物嘅時候就影一張相，咁你就可以即時睇翻到底係啲乜嘢阻住去清潔啦。最令我驚喜嘅咧，就係佢有個升降機械腿。咁我屋企個洗手間咧係有個小階級嘅，唔係好高㗎咋，但係我用過2部掃地機械人，兩部掃地機械人咧都會喺個位卡住，而每一次咧都要我去救翻佢哋出嚟。以前為咗避免呢個情況咧，我係直頭會閂埋廁所門，唔使佢哋清掃，咁我自己人手再打掃嘅。而 Dreame X50 Ultra 遇到呢啲情況嘅時候，佢就會自動升高跨過呢個小階級。我應該要錄低我第一次見到佢自動升高嘅場景俾大家睇咯。成件事係好 unbelievable 噶，我記得我嗰時係超級驚訝同埋超級開心，我終於可以解放雙手俾佢通屋行啦。最後拖完地翻去機座之後咧，最高可以用80度嘅熱水清洗拖布同埋高溫烘乾，大大避免咗異味同埋細菌嘅滋生。第4樣就係 Philips 嘅即熱水機啦。呢部水機就係由我啱啱搬入嚟住就開始用到依家噶啦，前後都用咗大約3年。喺我未買水機之前咧，我每日夜晚瞓覺之前咧都要煲幾轉水嘅，要煲定啲水攤凍佢啦，跟住又要煲定啲水擺翻落個熱水壺嗰度。咁我第二朝早起身咧就可以凍水熱水咁樣溝水嚟飲啦。我過往嘅呢20幾30年嚟咧，我都唔覺得係一個問題嘅。但係自從我有咗呢部水機之後，先發現科技嘅進步啊，令到我嘅生活真係太方便啦。我中意呢部水機嘅原因咧，就係操作好簡單啦。佢 total 咧就有4種溫度嘅，常溫水又得，沖茶、沖咖啡或者滾水都有嘅。使用方式亦都係十分適合我哋呢啲租屋族，唔需要駁水管駁上下水，就咁喺個水箱入邊直接加水就可以噶啦。呢部機嘅水箱就係4 lit 啦，我同阿 Chat 2個人一日平均就要加1至到2次水，二人家庭嚟講咧叫做十分之夠用噶啦。第5樣就係嚟自特福嘅不鏽鋼蒸架啦。我知道大部分人咧都係偏向一啲多功能啲嘅電器啦，例如蒸焗爐。而我點解會揀一個功能咁單一嘅電器咧？一嚟我屋企咧已經係有個 inbuilt 嘅焗爐，再加微波爐啦，買多一個蒸焗爐對我嚟講又冇一個太大嘅作用。再加上我哋屋企廚房個電磁爐都幾細，雖然佢有2個爐頭啦，但係我用咗一個爐頭，另一個爐頭其實就已經用唔到噶啦，係唔夠位擺多個煲上去噶，所以每次煮飯嘅時候就會好慢啊。譬如我想蒸水蛋再烚個菜嘅話咧，我就要等蒸完水蛋，跟住之後再重新煲嗰啲水再烚菜，好嘥時間一件事嚟噶。所以我就狠下心腸買咗呢個蒸爐啦。買咗呢個蒸爐之後咧，我解鎖咗好多蒸嘅菜式啊，因為佢咧係一個雙層蒸爐嚟，計啱時間咧一次過可以蒸2道餸，連鑊都唔使開啊。不鏽鋼嘅內膽亦都比起膠嘅更加容易清洗同埋襟用。如果你平時係要整一啲蒸嘅時間比較耐嘅菜式嘅話，佢側邊都有個位，你拉出嚟直接加水落去就可以噶啦。同埋佢係熱得超快噶，大約2分鐘左右佢就會冇水珠啦。跟住再隔多一陣咧，佢啲蒸汽已經冚冚聲咁樣出緊嚟噶啦。對比起我以前開爐煲一煲水再慢慢冚蓋蒸咧，係快咗噶咯，成件事亦都慳電慳水咗。唯一一樣嘢大家要留意就係呢個蒸爐主要係比較適合1人或者2人嘅家庭，佢最大只可以擺到22 cm 嘅碟落去。如果你話想蒸條大魚嘅話咧，呢個蒸爐就未必幫到你啦。最後一樣嘢啦，我唔知大家睇唔睇到，我擺咗喺我後邊嘅 Switchbot 嘅 CO2 monitor。CO2 即係二氧化碳啦，大家成日都聽噶啦。咁點解要特登買部嘢喺度 mon 住屋企嘅二氧化碳濃度咧？我以前咧唔覺得 CO2 對人體會有啲乜嘢影響噶，但係呢排做多咗 research， 關注多咗健康之後咧，就發
現原來當 CO2 濃度比較高嘅時候咧，你會覺得可能好翳焗啊，專注唔到。再高啲嘅時候咧，就會可能令到你頭痛或者好眼瞓。咁喺乜嘢環境之下會容易有高濃度嘅 CO2 咧？就係喺一啲密閉嘅空間，例如 office 班房、meeting room 啊，長時間一啲好多人一齊，但係又唔係好通風嘅地方，又或者係交通工具入邊都會有機會出現 CO2 濃度比較高嘅情況。而我屋企呢邊咧，而家係有個24小時嘅地盤，係一個都幾大型嘅地盤嚟嘅，所以我屋企咧長期都係閂埋晒啲門窗，我都唔知幾耐冇開過門窗啦。所以其實我係長期處於一個唔通風嘅狀態入邊㗎。而有咗呢個 CO2 monitor 之後咧，我就會因應翻個情況啦，開翻少少窗通風通翻一陣，就算大塵都唔緊要啦，最緊要空氣流通。咁除咗睇 CO2 濃度之外咧，咁呢個 monitor 仲可以睇到溫度同埋濕度，一樣啦。download 翻個 app 就可以睇到過去1個鐘頭，甚至過去1日、2日、1個星期嘅 record 啦。我唔敢話有咗呢個 CO2 monitor 之後對我嘅生活或者健康有好大嘅轉變啦，但係至少起碼佢可以提到我開窗啊，要通風啊。好啦，咁今日呢條片咧就為大家介紹咗6樣經過呢幾年嚟篩選嘅家電 list 啦，希望都幫到大家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